was in my room. His posters was all over the place, and he became. 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大家好，我是阿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方的李小龙、上格云顿。老规矩，视频结尾会有彩蛋，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给小编点个订阅。小编下面会用6部电影来为你介绍上格云顿的人生故事。提起上格云顿这个名字，想必喜欢动作电影的观众一定不会陌生，他是可以与迈克尔·加怀特、斯科特·阿金斯、杜夫·龙格尔并列好莱坞4大武神。他在动作电影中灵力飘逸的身手俘获了一大批影迷。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上格云顿的成名之路。上格云顿原名上克劳德·范戴姆，1960年10月18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小时候的上格云顿非常瘦弱，完全看不出来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动作巨星。后来因为他无意中看了中国功夫片，就迷上了李小龙，立志要成为一个功夫高手。于是在他13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空手道、跆拳道、泰拳等，为他后来成为动作巨星打下了基础。那他究竟有多能打？18岁时以招牌动作360度回旋踢横扫一切对手，职业生涯48胜4负。1977年的上格云顿更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就多次斩获过冠军的殊荣。1979年时，他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空手道锦标赛中拿下欧洲空手道锦标赛的冠军荣誉。紧接着上格云顿更是在1980年成功击败了当时世界第2号空手道选手，并夺得了欧洲职业空手道联盟联赛的中量级冠军荣誉。在武术上进步的同时，为了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上格云顿开始疯狂健身锻炼肌肉。1978年获得了比利时健美先生称号，被称为来自布鲁塞尔的肌肉，并在布鲁塞尔开了一家健身房，生意相当不错。但对于演戏的热爱，他毅然决然卖掉了健身房，远赴好莱坞发展，立志要像李小龙一样以电影发扬功夫。初到人生地不熟的洛杉矶时，上格云顿身上只有$7000，英语也很差。在最初的5年里，他一直默默无闻，为了生活和我们所有的屌丝一样什么都干。他为此边学英语边工作，做过司机，送过外卖，当过保安和其他一些低薪的工作。所有的巨星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像咱们熟悉的成龙、周星驰等等，上格云顿也不例外。他开始在一些电影中跑龙套，参演了许多不知名的角色。要知道，上天从来不会辜负一个努力的人。1984年，上格云顿在查克·诺里斯太太经营的餐厅认识了他的伯乐查克·诺里斯，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查克·诺里斯的帮助下，开始在一些电影中演一些小角色。1986年，当时尚未成名的上格云顿在低成本电影《血的游戏》中饰演了大反派伊凡，并在电影中展示了他高超的腿法。他可以在倾斜的360度旋转时踢到敌人的头，他不凡的身手开始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1989年，上格云顿继续在 B 级片《搏击之王》中担任男主角，饰演一个空手道小子克特，陪搏击冠军哥哥来到泰国曼谷参加搏击比赛，而哥哥却被泰拳冠军唐豹打成残废。为了替哥哥报仇，而向当地的泰拳大师西安学习，最终打败了唐豹，替哥哥报了仇。在本片中，上格云顿再次使出了他那令人赏心悦目的360度回旋踢以及各种高难度动作。凭借本片，上格云顿再次一炮而红。而真正让上格云顿名扬好莱坞的是，同年由吴宇森执导、上格云顿主演的《终极标靶》，这是吴宇森进军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有趣的是，吴宇森、林岭东、徐克进军好莱坞的第一部动作片都是找上格云顿主演。上格云顿自己也说过，他说自己就是因为看了中国功夫片和李小龙才走上习武道路的，而且他不少电影都是在香港拍摄的，还多次与多位国内著名导演和演员有过合作。终极标靶讲述了因为父亲杳无音信而前来寻找父亲的女主角娜塔莎，在酒店遭到流氓骚扰，而被上格云顿饰演的退伍军人钱斯英雄救美。后来娜塔莎邀请钱斯帮忙寻找父亲，却突然得知其父亲遭遇了火灾被烧死了。上格云顿觉得事情不简单，后来他调查到，原来娜塔莎的父亲是因为参加了一个狩猎游戏而被谋杀的。
然而知道真相的钱斯和娜塔莎却成了狩猎组织的猎物而被迫逃亡，后来与狩猎组织斗智斗勇，并最终将敌人打败。本片充斥着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和其独特的风格元素，再加上上格云顿凌厉的身手，最终使该片大获成功。终极标靶的成功不仅使上格云顿成为好莱坞一线动作巨星，成为1993年好莱坞最受瞩目的人之一，也使吴宇森在好莱坞打响了名头。Close your eyes. 时间来到了1994年，这一年上格云顿主演了《时空特警》和《街头霸王》。值得一提的是，《街头霸王》是以游戏改编的电影，因为是游戏改编，所以角色的造型、服装、动作等元素都没有还原游戏的精髓，而且出场角色众多，剧情又太简单，人物性格并不鲜明，脸谱化严重，加之没有特效，使得整部影片显得不伦不类。上映后口碑票房双双惨败。1995年到1999年，上格云顿有10部电影上映，不过大都是流水线产品，没有什么创意。其中我个人也就比较喜欢《再造战士2》。作为《再造战士》的续集，《再造战士2》的剧情没有太多新意，比较老套，动作还是很精彩的。这次大反派从杜夫·龙格尔换成了迈克尔·加怀特，加怀特也是一个功夫高手，也是李小龙所谓的以电影为职业的武术家。他与上格云顿在片尾的功夫大战看着非常过瘾。对加怀特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以观看小编的往期视频，有迈克尔·加怀特详细介绍。但可惜上格云顿的电影在剧本、表演等方面的缺陷使他终究未能成为一线巨星。他的演出风格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演技片面，打斗单调，剧本过于简单。虽然他的身手很好，但是动作陷入了重复性，来来回回就是那几招，很快出现审美疲劳，加之上格云顿染上了毒瘾，使得他的演艺生涯慢慢走向了下坡路，沦为了一个2、3线的演员。进入21世纪，上格云顿虽然还是时不时会有作品，但绝大多数都是小成本电影，加之没有什么好的故事和打斗设计的创新，基本上再难有当年的辉煌。2008年上映的同名自传电影《上格云顿》，47岁的上格云顿本色出演了自己，讲述了他自己的人生历程，给观众呈现出了戏里戏外真实的上格云顿，幽默搞笑中夹杂着感动和温馨。这部电影对于上格云顿就如同喜剧之王之于周星驰。之后的上格云顿虽然一直活跃在电影圈，也都陆续拍摄了不少的动作片，但观众早已厌倦这些有着浓浓的80、90年代感的电影。上格云顿也成为了一个过气的动作演员。当时最受欢迎的是以漫威为代表的特效满天飞的超级英雄电影。出于这个原因，2010年史泰龙自编自导自演了《敢死队》，期望能打造一部纯动作片，向80、90年代的动作电影致敬，并邀请了李连杰、杰森斯坦森、龙格尔等一帮老一辈动作巨星加盟该片。片中拳拳到肉的打斗，无处不在的暴力场面，使得《敢死队》上映后果然大获成功，全球票房2.7亿多美元。基于《敢死队》的成功，史泰龙决定继续拍摄《敢死队》系列。这次上格云顿受到史泰龙的邀请，出演了《敢死队2》的大 boss 维莱恩，一身风衣外加墨镜，动作依旧那么干净利落，在片尾还与史泰龙来了一场跨界决斗。上格云顿又使出了他的招牌动作360度回旋踢，如果不是史泰龙有主角光环，估计还真的打不过。片中拳拳到肉的动作，使观众又回到了那个80、90年代的动作片当中。凭借本片，上格云顿再次出现在了观众面前，人们感叹那个动作硬汉他又回来了。2015年，在为汽车品牌沃尔沃代言的广告中，上格云顿两脚分别踩在2辆互相停靠的卡车的后视镜上，随着背景音乐以及向后倒着开的卡车，缓缓地做出一字马，整个过程都是实景拍摄，没有运用任何的绿布和特效。为了安全，上格云顿掉了威亚，虽然有保护措施，但现在看来还是很危险的。该广告获得了当年戛纳广告节大奖，也引来了众人的争相模仿。And I put one foot and the truck, they also have to find a balance, then they lock. Yes. Because they're very. 上格云顿也向人们证明了自己依旧宝刀未老。虽然如今63岁的上格云顿已经老了，渐渐打不动了，但是不管过去多少年，当提起80、90年代动作电影的代表人物有哪些时，那肯定的提到上格云顿的名字。这个被人称为搏击之王，西方的李小龙的上格云顿，
好的，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希望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给小编点个订阅，谢谢大家，下期节目更加精彩，我们稍后见。